大家好，为了令一切众生能够一生成佛，获得绝对的幸福，本佛日莲大圣人以1253年4月28日立宗宣言，首次唱出《南无妙法莲华经》，为我们确立了唱题行此最高的佛道修行。南无妙法莲华经 南无法莲耶 Q 是宇宙的根源之法，具有能够转换全人类宿命伟大无比的力量。但是南无妙法莲华经这伟大的法则呢，我们的肉眼看不到。那大圣人担心众生因看不到而不相信这个法则，因此将南无妙法莲华经呢具体化，凸显为一幅我们看得见的曼陀罗曼达拉，那就是一本尊。那眼睛看不到的法，有时候能够成为眼睛看得见的存在而显现出来。举个例子，宇宙里有浮力法则 （Law of Buoyancy）。这浮力法则呢，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但是只要你看浮在海上的船只，就可以发现浮在海上的船，它把眼睛看不到的浮力法则显现为眼睛看得到的有形实体。电波法则 The Law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也是一样，肉眼看不见，但是只要你一扭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收音机播出的声音或电视机荧幕上出现的画面呢，就把肉眼看不到的电力法则呢显现出来。这两个例子让我们试感到，浮力法则和电力法则虽然看不到，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同样的，大圣人呢，把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原来存在于宇宙间的大法则南无妙法莲华经呢，凸显为眼睛看得见的一本尊，把这伟大的法则呢，具体的显现出来。那一本尊的意字是崇敬的意思。古时候，凡是与天子或者皇帝有关的事物呢，都会套上这个一字，以表示崇敬。本尊就是指根本尊敬的对象，一本尊就是根本信仰对象的意思。那在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修行中，以什么作为信仰、膜拜和祈求的对象，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什么作为本尊呢？从根本上，这会决定我们的人生。有的人呢，去拜狐狸、拜蛇，结果呢，会引发出自己生命中畜生的心，因为和膜拜对象会产生感应，也就是成为和对象一样的境界。第26世法主日宽善人在六卷抄曾经指出，言语正净，功德尤多，告诉我们呢，假如以正确的对境为言，为信仰的对象，那会获得绝大的功德。一本尊才是绝对的
正境，我们必须以一本尊作为信仰的对境。传统的佛教一般都是以佛像、塑像、佛画或者是菩萨的像作为膜拜的对象，这是因为受到希腊文化 Hellenism 的影响。但是宗主日莲大圣人呢，没教导我们膜拜佛像或者是佛画，而是为我们凸显了一本尊作为信仰膜拜的对象。池田先生曾经指导说，只要受持一本尊，深信不疑的话，绝对会获得幸福的。这一点呢，绝对错不了，请大家确认这一点。那在凸显了一本尊之后，大圣人告诉我们2点。第一点呢，大圣人说，此一本尊为未曾有之曼陀罗。他又说，佛灭后2230余年之间，以一言菩提之类未曾有之大曼陀罗，并把这句话呢，就是涂写在一本尊里。大圣人告诉我们，在佛教历史里，能够凸显一本尊的，唯他一人。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珍惜一本尊。事实上呢，凸显一本尊是大圣人的处世本怀，是他处世的目的。第2点，他指出，日莲之魂，软末疏成者也，信之信之。也就是说，大圣人呢，将他所悟得的大法《南无妙法莲华经》至根源之法呢，就是原原本本以他全副生命呢，软成末，凸显了一本尊。换句话说呢，一本尊就是本佛大圣人的生命，大圣人的生命当体，也是《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当体。大圣人是人本尊，一本尊呢，就是法本尊，两者一体，称为人法一个。那在这节译文中，大圣人讲了2次，信之信之，表现了他希望我们每一位呢，都能够相信一本尊这种深厚和慈悲的心意。下来呢，我想和大家谈谈一本尊所具有的力量。一本尊拥有2种力量，那就是佛力和法力。一本尊所拥有的佛力和法力呢，是无量无边、逃之不尽的。但是要如何讨取一本尊这无穷尽的佛力和法力呢？那是要靠我们本身所拥有的2种力量，那就是信力和行力。例如说，你持有50%的信力和行力，那一本尊能显现和发挥的，就只有50%的佛力和法力。相对的，假如你能发挥80%的信力和行力，那你得到的也是80%的佛力和法力。因此，根本在于信心，还有
在于透过强盛而付诸于行动和实践。对于没有信心的人来讲呢，一本尊对他们来说就只是一张普通的纸，普通的简轴而已。为此，大圣人在一书教导我们：随夫不随，但依信心，全非日年之救。因此，根本在于信心，以及透过强盛信心所付出的行动和实践。总括来说呢，一本尊的功力是无限的、无止境的。大圣人他把一本尊形容为功德具，也就是功德的聚集体。他也把它称为宝塔，把它称为呢轮圆巨柱、如意宝珠。富田先生呢，更把一本尊浅显的比喻为呢是幸福的制造机。乐宽上人他总括这个一本尊的功德，说过了一句名言，那就是一本尊的功德乃无量无边，广大深远。因此，信此一本尊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话，这有求必应，有罪必消，有福必来，有理必显。但有的会友呢，在入信以后，不愿意敬领一本尊，宁可面对墙壁唱题。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一本尊的意义，不知道一本尊所具有的伟大力量，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会，明白一本尊的伟大之后呢，都能够尽快的申请敬领一本尊。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一本尊的相貌。一本尊是用文字写成的，是用汉字和梵文呢两种文字写成，而不是图画。大圣人用汉字和梵文两种文字凸显这个一本尊，是要表达一本尊是世界性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在一本尊上，大圣人呢，他也写下了一言佛题的字眼，即全世界的意思。大圣人呢，要把一本尊献给全世界的众生。那大圣人为什么要以文字来凸显一本尊呢？因为文字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例如呢，我们的国家元首或者首相，他假如在一份文件上签下名字，那这份文件就可以生效，产生很大的作用。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收到爱人用文字写给你一封甜甜蜜蜜的信，那肯定会让你高兴，甚至呢神魂颠倒一整天。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而且大圣人在一书曾经说过，佛依文字普度众生。文字呢，它的的确确拥有能救济众生的力量。假如你不用文字，用图画来描绘一本尊，可能会具有这个艺术性，也能够感动人心。但是呢，始终有它的局限，无法透彻地表达出大圣人的全部心意。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用图画
很生动的来表现我们十诫的生命。但是十诫复句呢，你就表达不了了。因此，大圣人他用文字来凸显一本尊呢，是最具有力量的。那一本尊最显著的，当然就是中间的一行文字，那就是《南无妙法莲华经》热莲。这一行的字体也写得特别大，告诉我们呢，这是最重要的部位，也表现了刚才所说的人法一个，两者一体。凡夫的我们能够以《南无妙法莲华经》这个大法，以一本尊这个法体和大圣人的生命呢融为一体。那一本尊上面也写有供养者复过10号，若恼乱者头破气分。这2句是显示出因果法则。依据呢，诚心做出供养者，可以获得佛所具备的10种尊称，这么巨大的功德。相反，假如你诽谤妙法者，那你必定会头破气分，精神错乱，受到罪报。那在一本尊的这个右下角有2行字写着：佛灭后2231年之间，以一言佛题之类，未曾有之大曼陀罗。刚才也介绍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世尊入灭后2230多年以来，在全世界没有人曾经凸显过一本尊，足见这是多么尊贵的一本尊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有10界的生命，大圣人呢，因而他在一本尊里面列出了10界的一些代表。比如你们看到8大龙王，他就是代表畜生界；鬼子母神还有10罗刹女呢，就代表恶鬼界。那一本尊的4个角落呢，还列出了4大天王，也就是大持国天王、大毗沙门天王、大广目天王、大增长天王。这4大天王呢，就代表了天界。而且这4大天王在东西南北4个方向呢，守护着我们。一本尊里面，在上端你还可以看到4大菩萨，那就是南无无边心菩萨、南无上行菩萨、南无净行菩萨、南无安立行菩萨。这4大菩萨呢，就代表了菩萨界。当然，在上端还有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多宝如来，这2位呢，就代表了佛界。那我们也看到一本尊里面还有第6天魔王，那可能大家会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恶的存在，善恶都有。不过这个恶呢，因为被保摄在佛的生命之中，它反而呢会成为一种善的存在。
那一本尊里有2个名字是用梵文，印度的苦文 Sanskrit 所写的，那就是在左边是爱卵明王，代表呢烦恼即菩提；右边有不动明王，代表生死皆涅槃的法理。那一本尊里面还写有像第4天王、大梵天王、天照太神、八幡菩萨啊，你们也看到大热天王、大月天王、大明星天王，这些呢都是诸天善神的代表。你们看，一本尊里排列了那么多诸天善神，那当我们诚心向着一本尊唱题时，这些诸天善神呢就会被感应，发挥守护我们的作用。大圣人说呢，这些诸天善神会日月如同银子附随身体一样守护着我们。讲到这里呢，顺便一提，当我们在人生里面遇到棘手问题，感到非常烦恼的时候，先生曾教导我们一个向一本尊祈求的秘诀，那就是我们可以对着一本尊里面的诸天善神呼唤：大梵天王啊，第4天王啊，大热天王、大月天王啊，请进入我的生命之中，发挥你的力量吧。先生说，当你如此强烈的祈求时，就会发挥出1000倍、万倍的力量。大家看，1000倍、万倍的力量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大圣人的生命呢，甚至会显现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你拥有呢以本佛大圣人同样的力量去进行你的奋斗。这就是一个祈求的秘诀，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秘诀。那一本尊里面还有天台大师和传教大师的名字，这代表着佛法流传了一个正统的系谱。最后在下端，大家还可以看到有在一判3个字，意思呢就是代表大圣人的印章奉书写字啊，也就是乐宽上人呢，他就是代表大圣人授予的那个权利来奉书写字，而且那边还写有一个日期，那就是享保5庚子年6月13日，那就是乐宽上人书写这体一本尊的1720年6月13日。所以总括来说呢，整体一本尊让我们感受到大圣人他要传达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佛。透过对一本尊的信心呢，每个人都可以达至佛界，每个人呢都可以成佛。下来，我们来学习一本尊相貌抄中一节非常重要的译文：此一本尊，全不须求之以他处，只在我等众生持法华经、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之胸中肉团内。这一节译文呢，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本尊的存在。生命即宇宙，宇宙即生命，启示我们呢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小宇宙。假如你细心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呢，几乎每一个部分都与大宇宙的某个部分呢有相同的地方。例如，宇宙的太阳、月亮，就像我们的一双眼睛。关上眼睛的时候，就像黑夜；睁开眼睛呢，就是白天了。那我们的呼吸，就像宇宙里面的风。我们身体里面呢有12个大关节，就如同一年里面的12个月。此外，体内呢还有360个小关节，这就如同一年的日子。还有，我们体内的血管就像河流，血液呢就如流水，骨头就像大地的石头。那我们的皮肤像大地，皮肤上的毛发就像树林，像花草。那宇宙里面还有金、银、铜、钙、铁等等的矿物质，而我们身体里面也有，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这种种的现象足以证明了，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小宇宙。那宇宙和我们的生命都是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当体，而一本尊呢，它也是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当体。因此，当我们以一本尊作为根本来做情形和唱题时呢，就能够开显我们生命中的佛性，显现了自身生命里的佛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知，人有着和一本尊同样尊贵无比的生命，这正是呢生命尊严这个救济的大哲理。那其他的宗教信仰呢，大多认为呢，幸福是在彼方，是在他方，必须向外去追求幸福。但是大圣人佛法教导我们，幸福其实就在己身的生命之中，必须向内，而不是向外去追求幸福。这就是大圣人佛法与其他宗教呢最大的不同点。那大圣人凸显了一本尊之后，他在《观心本尊钞》这篇译书里面写道：现挂在末法诱致众生的景象。意思是说呢，他希望把一本尊献给世界的每一个人，把一本尊呢现挂在每一个人的颈上，让每一个人都因为信受这本尊而幸福起来。大圣人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以永恒之法之界的道路，让我们凡夫能够度过以法呢结合为一体的人生。假如大家能够感悟到大圣人这大慈大悲以及一本尊无量无边的功德的话，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申请敬礼一本尊。否则的话呢，不能不说是自己最大的损失和无明。为什么不接受一本尊这个法体，这个大善言呢？最后，
在我结束我的讲义之前，我想把福田先生讲过的一句话送给大家，那就是信奉一本尊一定会变得幸福。这就是福田先生的大确信，绝对错不了。只要信受一本尊，一定就会幸福起来。这就是结论。这里顺道向全国会友传达2个报告。那为了纪念池田先生的诞辰日，创价学会原田会长以国际创价学会大常理事长已经批准 SGM 的申请，将1月2日定为 SGM 的私地寺院日 ，SGM Vow of Mentor and Disciple Day。恭喜大家！第2个报告呢，就是 SGM 已经决定以东洋自学研究所 IOP， 以今年的9月和10月，分别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所，也就是 ISTEC 举办法华经展。这是 SGM 继2014年之后第2次与 IOP 联办法华经展，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向这个充满战乱、自然灾害和危机的世界呢，传播法华经对人类和平与共生的启示，提升 SGM 会友的教学以及对广宣流布的热情。法华经是世尊的最高经典，自古就有法华最第一的美称。我们摊开双手，热情地期待和欢迎呢全国的每一位会友，到时踊跃到来观展。谢谢大家。